这里是一座即将爆发丧尸危机的海岛，我的目标呢是活过100天。这种病毒每过20天就会发生一次变异，丧尸们会变得越来越难以对付。更恐怖的是，这个世界还有几率会发生血月事件。不过还好，我的朋友给我准备了10个物资箱，我每过10天就可以打开其中一个，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补给或者武器，但是具体有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请给新 UP 主一个赞。要是能关注我的话就更好了，这样的话你就会成为我的老粉丝。所以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能建造出安全的避难所，成功度过这经典100天吗？再宏伟的梦想也得从零开始，再伟大的传奇也得先去撸树。时间并不充裕，我得赶快收集到木头，应对第一天晚上来袭的丧尸。村子里呢还有很多稻草，这样的话食物就暂时不缺了。铁匠铺也不能放过，箱子里有一些护甲，还有食物、矿物和工具，这足够我们快速进入铁器时代。最重要的是箱子里有线，等一下你们就知道这些线有什么用了。什么？你说偷？相信村民们以后都可以理解我的，毕竟大的就要来了。为了快速发育起来，我首先呢需要制作出背包，而制作背包则需要皮革、箱子以及刚刚铁匠铺里的线。有了背包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大展拳脚，火速开始建造我们的避难所了。不过事与愿违，天色已晚，我能感到有什么东西在盯着我。这个村民卡在这儿，对，把路开着，村民比较人工智障啊。哎呦！我靠，吓我一跳！他们来了，他们来了！丧尸危机已经爆发，我现在去消灭丧尸并没有太多好处，不过也用不着我去费劲儿，村子里的铁傀儡会帮忙。此时的我还没有意识到丧尸的可怕，无知者不畏，还敢在夜里砍树。但是他们跑得好快啊！OK。走。尽管有铁哥帮助，但是奈何丧尸实在太多，我还是得先行撤退。你怎么不回家呀？快回家呀！大奖格 OK。然后那边那个村民已经开始被追了，铁傀儡能不能来一下？铁傀儡！哎呦！刚才那个村民因为在外滞留过久，最终没能躲过丧尸病毒的侵袭。铁哥只是迟了几秒，那个曾经被铁哥保护的村民就已然变作行尸，猛然扑向曾经守护自己的铁傀儡，把这堵住了。我狼狈地逃入教堂，放眼望去，可以明确的是，如果此时的我再不出手，这个村庄恐怕连明天早上的太阳都难以见到。完了。铁哥撑不住了，铁哥，哎呀，铁哥急了。如果你看到了我的物品栏，你会发现我击杀丧尸得到了很多硬币，这算是末日里的新货币，可以找村民们交易到一些抵御丧尸危机的物品，但是前提是村民们得活着。不过正好，我也不愿独自一人漂泊在这片危机四伏的孤岛之上。所以在我们修筑避难所的同时，我也会将村民们一并保护，连同这片破碎的希望，共筑一方安宁之地。他们会烧起来吗？啊，他们会。但是好像并不是所有的都会烧起来。我从未感到安静是这么美好的事情，仿佛一切都在此刻被屏障隔绝。回到正题，这个世界的丧尸也会惧怕阳光，尽管有些戴着帽子，但是幸运的是，眼下能看到的没有几个。还有村民吗？哦，还有。昨晚铁傀儡保卫村庄，若要煮酒论英雄，那非他莫属。不过你我都知道，光靠铁哥根本不能保护村民，所以为了村庄火焰的延续，只能找铁哥借点铁了。
OK，带着铁哥的那一份，我现在就正式开始着手建设出一个能保护村民们的堡垒。第一步，我们得把村子里的床全部都搬走，搬到我要建造避难所的地方，这样村民们才会在晚上前来避难所避难。现在是特殊时刻嘛，咱们随便拿吧就。由于现在丧尸还不能突破围墙，所以我们只要找到一个相对较高的地方，就可以相对安全。OK， 我觉得就这儿吧，这儿算比较高了，这地势比较高。终于可以敲走，因为他们应该是认钟为这个村庄的中心的。既然村民们都回来了，那我就拆除掉上来的楼梯。别看我的避难所简陋，那可是绝对安全的。更何况咱们肯定会升级，哪怕是到了晚上也不能停下。我打算挖掘出一条壕沟，让我的避难所更加安全。还没挖完就听到了不妙的声音。不过呢，我在安全屋里可以说是有恃无恐了。你在动了吗？哎，你们干嘛去？我收回我刚刚说的话，铁傀儡居然一拳把僵尸打到了我的避难所里，村民们被吓得像无头苍蝇一样全跑出去了。不过还好是有惊无险，他们听到我敲响钟声，又平安回来了。对，这个栏杆还不够高，再加高一点。我到现在都还没有什么像样的武器，所以我想做一把军刀，它对于丧尸会有伤害加成。铁军刀 ，OK。哇，这儿下雨了，今天晚上居然下雨了，估计是老天在提醒我要建造房顶。早上好。现在是我来到这个荒岛的第3天，不过由于外面还在下雨，所以丧尸它不会燃烧。还好，村民醒来了之后召唤了铁傀儡，帮我清理了外面的丧尸。清理丧尸获得了一些钱币，我跑回村子里，把村里的职业方块全部都搬到我的避难所里。这样的话，我就可以和村民们交易了。我又跑去和铁哥借了一些铁锭，我需要铁啊！哎。这个铁匠会修铁傀儡的，没事，你以后领了。去交易这个银质盾塔。哦，迅捷银剑，这个好东西。雨停了，现在是第3天啊。咱们的目标，你看，咱们现在位于这个岛上面，咱们的目标呢是去这儿，这里有咱们所需要的物资。制造了我第1套铁甲，当然，最重要的是，我把房顶建出来了。今天铁哥在外面守着吧。OK， 早上好。早上好。第4天的目标呢是前往空投岛，或者说是物资岛。哎呦，这边有个大坑，这里边有些岩浆，还有些铜矿。这边应该是一个被陨石砸过的地方，差一点被陨石坑单杀。不过先不谈这个坑，先让我们谈回空投岛，那里有我朋友威廉为我投放的物资。虽然有可能开出垃圾，但是说不定也能开出好东西来。咱们到那河对面啊，咱们去取咱们第1波物资，就是咱们每10天就可以开一个箱子啊。在这9个箱子里边随便开一个，随机挑一个开一个。我觉得咱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这个，咱们现在最需要武器，我觉得。OK， 哦，开到宝了，一上来就是 AK 子弹吗 ？AK 吗？戴好帽子，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情况？这帽子有啥用啊？这我的头发还出来了还，AK 呢？有 AK 了。还是挺不错的啊，第1箱子。然后这边呢也是稍微有一些东西啊，咱们可以拿一下，咱们可以探索在这里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
哦，对了，这些废弃的楼房里也算有一些物资，但是大部分都是空房，只会刷怪，所以我也不太会去搜刮这些个废墟。这里有火药，可以。这个呢叫做枪械改造台，我可以用它来升级我的 AK， 或者制造新的枪或者弹药。补给箱子给的那一点子弹根本不够咱们撑过100天的，咱们还得制造更多。火药呢，就是咱们制造子弹的必备材料之一。当然，书架也不能放过，以后你们就知道有什么用了。天色不太早了，咱们可以回去了。我觉得咱们可以在这里造一个船来方便咱们来回走，以后应该会常来这里的。有枪吧？哎，我瞄着他了，怎么可能打不住他呢？好像今天僵尸比较少啊。OK， 没子弹了，换个子弹。咱们子弹还是咱们只有四个弹夹子弹了，还是别用了，还是。我安装了枪械改造台，如你所见，这里可以制造子弹、枪械配件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可以用它来制造枪口刺刀，还有7.62子弹。子弹呢需要铜和火药，而刺刀需要铁和木头。我打算先去收集刺刀的材料。铁矿呢，我们有铁哥赞助，我只用收集一些木头就行了。然后呢就是子弹，火药呢在之前的这个废墟箱子里边有一些。那么我们现在还缺一点铜矿。没错，铜矿就在之前的陨石坑里。集齐所有材料之后，我一刻也不敢耽误，赶忙跑回家里熔炼铜锭。哦，对了，我还顺便圈养了一些我的动物朋友。开垦荒地，播撒种子，种植作物既可以喂饱我的动物朋友，也可以做成面包给我的村民朋友。还记得我第一天就挖到的战壕吗？我制作了一个简单的陷阱，假如我再倒上岩浆的话，那么这个避难所就算暂时安全了。不过不着急，还记得僵尸会掉硬币吗？我们可以击杀他们来和村民兑换物资。很快就到第5天晚上了，我制作了刺刀，并且组装在 AK 上。说真的，这个刺刀可以算是神器了，群体攻击，而且还无限耐久。唯一的缺点呢，就是副手不能装备。今天这才是第6天才。第6天了，我想再多养一些牛牛，因为这个整合包里，如果你一直吃同一种食物的话，你会在进食上花越来越多的时间。更何况我也得再吃点肉，这样的话回血才会更快。不过这个牛啊，确实藏得比较深，没有拴绳啊。哎呦我靠！狗把羊吃了，那坏事了，那没有羊，它不吃牛就行。突然间，有那么一瞬，所有的恐慌和混乱都被拉远了，丧尸危机仿佛只是感冒发烧时的噩梦，而我似乎也躺在一个宁静的小村落里，微风轻拂，阳光透过树影洒在青石小道上，那些焦虑的心跳、急促的脚步声都被当下的安宁所替代。这里没有逃亡，只有温暖而朴实的日常，我们仍在悠闲的生活，世界依旧平静，仿佛从未改变。在这儿。OK， 来吧。虽然说挺吵的这个狗窝，但是完了呢，你没有强吧？我只能说，还能带装火药，虽然火药也但是不缺了。思绪逐渐回归现实，我已经解决了最基本的生存需求，现在可以说我们的避难所蒸蒸日上。任务很明确，击杀丧尸，积攒硬币，通过和村民交易稳步度过接下来的100天。别忘了，这份相对的平静并非永久，危机总是悄然而至。那些行尸走肉远不止眼前的这样，他们会进化，会变得更加棘手，更致命。而我得准备好迎接下一轮更为凶猛的突袭。现在都没有皮革了，应该就是可以去做这个什么了。枪托有这个，握把，握把我也有呀。我的握把呢？
这个握把，我靠，不支持 AK， 来做了。还有我的扩容弹夹怎么做来着？需要4个金矿。制造扩容弹夹所需要的黄金可以和村民交换获得，但是奈何现在村民等级太低了，还需要我们继续在晚上击杀丧尸才能解锁黄金的交易。实际上是卖这个黄金的。OK。我天哪！血月来了！我天，第8天的血月，你在逗我呢？没错，就是第8天。这么说吧。血月对我有2个影响，其一呢是不能睡觉了，这其实也没什么，但是其二的话就是僵尸会变得更多，而且变得更强壮。我的应对方式呢就是启动我的后备隐藏能源，往隧道里边灌岩浆，虽然填不满，但是也应该能帮我分担一点儿。看来血月也不过如此，可能是因为现在才第8天，强化版丧尸也就那样。当然，也可能就是单纯你们的主播太牛逼了。丧尸还掉了马铃薯，有了伙伴们陷阱的帮助，我还能这里悠哉悠哉的种地。确实岩浆很好用，但是我们的指令老师貌似忘记这个反应是用木头做的了。哎呦我靠！操，有火灾，完了，坏事了！没想到这个血月里丧尸没有怎么构成威胁，反而是避难所自己出现了。第10天早上，我在避难所附近闲逛，我发现村子附近那个棕色大楼貌似很适合做一个更好的避难所。我觉得咱们以后可以慢慢搬到这里了。当然，要想让这里成为新的避难所，我得先清除楼里边的丧尸。小白的可以留下。有小麦。我的天哪！被丧尸一逼都散成残血之后，只经意识到在有僵尸的地方不能打开背包。来吧，这些陈年老小麦啊，这放多少不知道多长时间了已经。第11天了，我今天心情很好，知道为什么吗？我可以去开第2个箱子了。哼，又到了我们这的开箱子环节了啊，兄弟们。我觉得我现在还是需要护甲的，好吧？来个护甲吧，来吧，护甲回来了。护甲哦，哎，我是真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啊，我可不知道啊。真护甲啊，兄弟，这他妈什么东西？指定的绿帽子，这个2点，这个2点 ，OK， 行，这个真他妈运气好吧？他妈这么多面包，5.56乘45毫米，我的 fuck， 这什么？这是博大剑，可惜5.56乘45子弹，哎。为什么会5.56乘45子弹呢 ？OK， 我真的得解释一下，我真的提前不知道这些内容，我就是单纯的运气好，真的没开。这么多食物，护甲没用了也。附魔金苹果，真的假的？假的吧？这是附魔金苹果，不可能。为什么没有光呢？受光影的问题吗？我觉得也不是吧。这个绿帽子，我就他妈的随便小地方扔那儿吧，这毛病是吧？扎勒扔了。第12天，为了应对即将变异的丧尸，我得继续升级我的武器。我通过和可以做扩容弹夹了。和村民交易黄金呢，制作了扩容弹夹，但是牛魔的，因为不是最精良的扩容弹夹，这个弹夹它只能扩容5发子弹。才他妈扩5发子弹，扩了个牛魔呀！我的天哪！制作更高等级的弹夹需要更多稀有的矿物，也就需要击杀更多丧尸，这就是问题所在。丧尸呢是会越来越难以击杀的，我们要赶在丧尸变强之前，尽快做出一套最强的武器装备。为此呢，我挖了个地道，方便我在安全屋里击杀丧尸，这样的话就能获得更多硬币了。现在是丧尸危机爆发的第12天，你知道吗？像这种雨天啊，咱们就不应该出门。我在避难所里整理了一些物资，然后还去村子里又搜刮了一些有用的东西。
第13天，我惊喜的发现，原来石匠是可以直接换钻石的。这样的话，咱们就可以制作出更好的装备和这个武器了。就单说我的 AK 的话，现在也是有机会可以制作最高等级的这个扩容弹夹了。我想要做的，前人们都说过了；我想要做的，有钱人都做过了；我想要的公平都是不公的虚构。至于吗？哎呦，已经有这红眼僵尸了。哎，好吧，好像差不多了，都被秒了。第13天夜里，丧尸们貌似已经开始变异了，现在会生成出速度和力量都更高的红眼僵尸，但是他们跑得再快也不能翻越围墙，力气再大也打不破方块，所以对我们来说还是没有什么威胁的。而且盔甲商现在并不直接售卖钻石甲，所以说我还是得慢慢升级我的装备。你他妈的逗我呢！第14天，我抱着要砍完这辈子都用不完的木头，我收集了整整1天的原木。其实这也是值得的，因为原木的话可以当建筑材料，当燃料的话可以来炼制矿物，还可以烧烤食物。最重要的是，有些枪械它也需要原木。我觉得护镜还是稍微需要一点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觉得呢？毕竟咱们如果后面有僵尸搭过来的话，咱们可以远程的打死。对，先进战斗光学，3个这个 OK， 这个还是挺好弄的，3个这个东西就够了。随着时间推移呢，村民们的交易等级越来越高了，我也可以制作出一个简易的2倍瞄准镜。哇，好丑啊！哇，好丑！我操！我他妈不装了，我就这样瞄吧。不过这个太丑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为了保护大家的这个观看体验啊，还是不装了。不过我相信这个玩意儿以后还是会有用的。到第15天了，我回到了陨石坑里。记得陨石坑里的岩浆吗？我把它带回家了。这个玩意儿对付丧尸那可太有用了。这次应该就是最后一次来陨石坑了。我又花了很多时间把坑里的矿物都挖干净了。Creeper， oh man。第16天，由于昨天挖了很多铜矿，加上村民们可以交易火药，我制作了一大堆子弹。为了方便整理呢，我又把这些子弹放进了铁质弹药箱里。现在的纸巾老师可以说是天不怕地不怕了。来，他妈的，弄死！行，你这样的大师喝酒一定很厉害。来吧。OK。我呢还造了一把手枪，相比步枪，手枪子弹的话更便宜。而且说真的，手枪怎么这么便宜啊？只需要铁锭就可以了，性价比真的挺高的。第18天，还有2天丧尸们就要变异了。由于我还不知道丧尸们会有什么变化，我打算继续加强防御。我把2楼的围墙也加高了，用石头把它封了起来。我还和村民交易到了一种全新的武器——长矛。长矛这种武器攻击距离特别长，但是攻击间隔就不容乐观了，用来对付单个丧尸还是挺好用的。OK， 现在是第20天了。没错，到第20天了，也就是说今天晚上丧尸病毒就会发生变异。我不知道这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，今天晚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吗？我还能见到明天的太阳吗？不过这都不重要了，我能做的只有给枪上膛，检查围墙有没有缺口，等待审判降临。我知道这一切都会结束，但是肯定不是今天。太阳呢即将落山，今天晚上丧尸病毒会发生变异。
所以说我得赶紧着手建设防御工事。我操，不能放这么高啊！是的，不能放太高，这引起了我痛苦的回忆。不过哪怕房子再被烧，也得放岩浆，因为我暂且不知道这第20天丧尸会有什么新的手段，所以其实第20天是比第21天更难的。为了村民的安全，我今天晚上决定在外过夜。虽然说安全物被加强，但是也不一定能够抵挡那么多丧尸攻城。我得先摸清楚丧尸有什么变化，再针对他们做出防御机制。我发现远处有一栋废弃的楼房，这里可以算是整个岛的角落部分了，距离岛中心的避难所是有点距离的，而且还相对较高，可以说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地方了。还有点时间，计划呢是先搜刮干净，然后再封好1楼的门窗，然后也把门给它堵上，最后跑到最高处准备迎接今晚的尸潮。这儿视野还算挺开阔的，我觉得。咱们的目标是 OK， 这边是这个咱们的一个临时据点，但是咱们的大本营呢，咱们始终是要建在这儿的，因为这附近全是看见没有，全是这种森林啊，是比较不好对付的。咱们的还是要在这儿比较开阔，把这儿附近来当一个咱们的大本营。听到那些低吼了吗？这证明天色已晚，他们马上就要来了。他们拿弓了，开始。第20天，我的第一个发现是丧尸已经学会了使用远程武器。不过还好，只要我不出去的话，隔着一层墙，他们也拿我没办法。没事啊，咱们现在有墙啊，隔着玻璃，他们打不到我。哎，什么东西？哎呦我操！我操！是的，丧尸已经学会了破坏方块，这代表着咱们之前的那个基地啊，已经彻底不再安全了。不过比起我自己，我更担心村民们的安全。那边应该安全，果然是僵尸都是冲着我来的，村民的话他们不会主动去攻击他们。OK， 那边应该是安全的吧？哦呦！ OK， 看来我更需要担心我自己。丧尸们的枪法超出了我的想象，这要是被打下去了，咱们就可以开始下一个系列了。哦，天要亮了，天马上就亮了，咱们可以下去了。由于1楼已经被攻破，那里全是丧尸，所以说我得先进行清理工作。我操！我操，他们会使用盾牌了。好吧，其实丧尸并不是只会使用弓弩，是他们会用更多特殊武器了。使用盾牌的僵尸可以阻挡除了枪械以外的所有攻击，而我也不能用近战武器击退这种僵尸，这也意味着他们有了秒杀我的能力。看到没有，他们打不动了。我操！天亮了，现在除了楼里的丧尸，其余地方都是安全的。貌似在白天，大部分丧尸都会变得迟缓，正好我借这个机会开始了清理工作。看到了吗？就像我之前所说的一样，哪怕在白天，在这种有树林的地方，丧尸也会安然无恙。所以说，我们脚下这个地方并不适合做新的避难所。哎呦，这儿已经被挖穿了，看见没有？现在我需要回到旧的避难所里，村民们应该没有危险，不过还是得确认一下。可以。挺好，你们安全就好。必然只要我离开，村民们就是暂时安全的。那在我们搬家之前，还可以先做些其他的事情。别忘了，今天是第21天，我又可以开一个新的箱子了。这下面还有铜吗？没有了，铜矿都被他们挖完了，已经。没事，问题不大。说不定今天的物资箱里边就有更多铜呢，是吧 ？OK， 开船。我觉得咱们现在有的防具和武器都是挺够用的，已经。咱们现在需要一些到基地的东西，我觉得，这个白的，我觉得可能就是到基地的东西。我感觉啊，我是没有看过的。银军刀，2个面包，还有冰淇淋。银军刀，不过这个东西应该挺强的吧？亡灵伤害增强，这挺强的，看来今天物资是比较坑的，给了2种面包。咱们这个食物是真不缺啊，这哥们给食物给的是真多啊，真不抠啊，这哥们给食物。我操，我已经听见僵尸的叫声了，咱们得快点儿。在僵尸还没刷出来之前，咱们先把东西搬一下吧。把床拿走，把这个拿走，走吧。天已经黑了，我操，来不及了，有点，今天有点耽搁，时间太长了，有点。回到临时据点，我打算把1楼的围墙修补好，因为我不希望第2天这里全是丧尸。喂！我操！
OK， 现在补好了，然后再回到最高点。OK， 咱们现在基本上是安全的。我安置床铺，打算先睡一觉。我都快忘了上次睡觉是什么时候了。第22天，昨晚睡得很香，貌似也没什么丧尸。OK， 哇！我操！我操！哇！我操！杀进合金套！你他妈逗我呢，兄弟！OK， 我收回我刚刚说的那句话。现在丧尸装备变得越来越精良了，居然会有全套合金这种逆天的丧尸。有弩了，僵尸掉弩了，可以，好东西。虽然说咱没有枪，但是很可惜资源有限，而击杀丧尸是会掉落弓弩的，当然也会掉剑，算是一种相对廉价的远程武器。怎么还有啊？僵尸还会用盾反了。OK， 今天的任务就是正式开始建设新的避难所，将原本那个小火柴盒迁移到棕色大楼里。回到旧避难所 ，OK， 我下定决心，今天立马开始搬家，因为又一次火灾了。我居然会在同一个地方跌倒2次，可能这就是我的人生吧。村民只剩2个，还好还有机会补救。建设新避难所的第一步，清空大楼。我得保证这个建筑本身是安全的，楼里的怪物也得进行清理。先做一个木桥过来。他们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资源吧。封印刷盖笼，插上火把，这个大楼基本就安全了。OK， 到达海岛最高层。哇，这个楼是真高啊！你看没有？这个楼明显比那个楼高多了吧？这里应该算是整个岛最高的地方了。当然，越高越安全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我的天哪！这么多僵尸！弩箭根本就不够看的，你知道吧？我还制作了一些石围墙，可以加固一下。虽然说僵尸如果真能跑这么高的话，这点围栏也没什么用，就当是防掉落了。放完这些护栏，我又放置了高炉。打开背包才发现，原来忘记拆枪械工作台了。别急，天正好亮了，现在就去拆。顺便呢，我还换了更多铜锭，这样的话就可以造更多子弹了。你们也知道，现在丧尸的数量，我急需培养出一个能稳定提供子弹的商人。正好借这个机会把狗子也迁到新家，居然还能摸它。放置家具，现在万事俱备，只差村民了。不过事与愿违，天色已晚，还是明天再说吧。今天晚上我也不打算闲着，这栋大楼是有地下室的，我得去看看。不行，根本，好吧，还是算了。地上的部分已经够用了，没必要为了这个地方浪费资源。哦，对了，我把狗子也挪到楼顶了，毕竟这里是最安全的。他们现在打不住我。原本以为今晚是个平安夜，但是现实总爱在最不经意的时刻给人一点惊喜。尽管我早已将避难所大部分木板替换，可惜依旧没能逃脱灾厄的洪流，还是被钻空子了。我操！啊！我没办法想太多，直接跳进僵尸群，救人要紧。再回去有点不太现实，我打算在教堂里先对付一晚上。事不过三，这回之后，我彻底对这个垃圾避难所没有任何耐心了。天亮了，总归是有惊无险。回去的路上顺便搬走床，这样的话就可以在新避难所睡觉了。我突发奇想，可以利用木桥做一个陷阱，还记得吗？丧尸是会掉硬币的，有了这个陷阱，咱们就有了源源不断的硬币。OK， 今天就睡觉过去吧。这也是我第一次在新避难所入眠。睡一觉吧。早上好，不过没时间多寒暄了，今天要火速帮村民搬家。我呢，先是造了一个临时的土桥，连接避难所2楼。下雨了，感觉我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？
然后就是把村民的床搬到新避难所，这样的话他们就会在傍晚自动入住了。别忘了还有工作方块，这样的话就算正式搬家成功了，而且村民们也生了新的孩子。我只能说，让我们的避难所再一次伟大。睡觉，今天是第28天，灯光都出来了。哇！我操！滚！还记得我们之前做的那个陷阱吗？这就是不加处死的后果。更何况丧尸是会破坏方块的。所以呢，我做了4个引火，这次是真的挂机就能爆金币了。尼玛，能这样玩的？不过更令我震惊的是，现在丧尸会直接破土而出，也就是说地表现在完全不安全了。我操！我的。哇！你怎么还没有被烧死？差点被单杀，不过还好有惊无险。枪械刺刀击退高，能群攻，但是就是可惜伤害太低。更何况丧尸已经变强，刺刀伤害就更不够看了。这个陷阱可太好用了，基本有了它之后，咱们每天都可以交易钻石。银长棍，小村民也长大了。就像之前说的，刺刀在面对20天后的丧尸并不好用，所以咱们得交易到真正的兵器。OK， 银武士刀。我发现地图角落里有个废弃传送门，现在咱们过去挖些地狱盐，至于有什么用，等一下你就知道了。还有青西瓜片、黑曜石。哎呦！什么地方出来的？最难受的是，这次村民召唤的铁哥只会生存在3楼，也就是说基本上帮不到咱们了。我操！放上萤火，又是一天过去了。可能你还不知道我这个陷阱的厉害，你看看这个土币的数量，主播直接变成富1代了，好吧？下一个任务呢，就是去打一桶水，用来种地。在路上我还发现了一点铜矿。我们来把地种一下吧。没想到我居然能在丧尸末日的时候悠哉悠哉的种地，你们的主播差一点又要开始写小作文了。哎，既然你没有职业的话，那我就给你安排一个职业吧。然后呢，就要说到下一个机制了。如果你给村民体验的话，那么他们就会变成村民守卫，你还能慢慢升级他们的装备。当然，他们也会使用远程武器。转眼之间第30天了，又可以开箱子了。不过这回我实在高兴不起来，因为这也意味着丧尸如果再有10天的话，就会又一次发生变异了。看看我们这回能开到什么好东西啊？上次开的有点坑啊，说实话。我操！新型弹药扩容，千长矛 ，what the fuck？what the fuck？ 9毫米手枪子弹，这个可以用。我要威廉给你送终了，你妈了个！OK， 绿的也开好了，这么多子弹，但是没给我枪啊！这个9毫米子弹不过我也能用，9毫米子弹我做这把枪了。前面有多高兴，现在就有多难受。不过还好，记得之前的书架吗？我又从废墟里找到了附魔台，这样的话咱们就可以升级咱们的装备了。放这儿吧，然后这些子弹全放这里边，书架放出来。和村民交易到青金石，咱们就可以附魔了。OK， 来吧，咱们把咱们的护甲全给它附魔一下。保护3耐93，弹射物保护2，这个我不需要。耐93 ，OK， 保护3耐93，好东西。第31天，我先是到陷阱里收集了昨天晚上丧尸掉落的硬币。我觉得吧。皮大衣也不是不能穿，
油穿的不错了。我还捡到了野生的皮革大衣，没什么保护力，不过的话给村民守卫正好，不然窗户不行啊。然后呢就是加固窗户，虽然其实也没什么用，但是总感觉玻璃太脆弱了，只当是为了有点安全感吧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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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梆梆梆啷梆梆梆啷梆梆梆梆梆啷梆梆梆梆梆梆梆。今天是第33天，距离火灾过去了也有一段时间了。村民们也从最初的2名变成了现在的这么多，可以说我们的避难所现在正在蒸蒸日上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我总感觉丧尸们已经逐渐不怕阳光了。起初只是有那么几个，现在基本上每天都会有那么一小群。解决了大部分生存所需要的物资后，我现在的目标呢，就是一边升级村民的教育等级，一边提升村民守卫的数量和装备质量。东就往我他妈是怎么放在那个里边的 ？What the fuck！当然啊，这么长时间了，我也通过交易攒下了一些钻石，这就把铁帽子换成钻石帽子。保护伞，那就算好，这个行吧。如果你仔细的话，你会发现地表貌似坑坑洼洼的。是的，由于现在丧尸会挖掘方块，所以哪怕是白天，丧尸也会破土而出。然后就是我去收集了一些沙子，还是那句话，等一下你就知道有什么用了。都睡了已经。哦，一天是那2小时，小村民可以啊，战斗力。现在因为可以交易，铁也基本上不缺了，所以说我还为了村民制作了附魔铁甲。就我米勒库我们就，你可以拿枪吗？我操！我操！真的假的？哎，不是，真的假的？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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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，我看最便宜的把枪是什么枪？步枪是什么枪？我觉得可以让他，对，可以让他拿喷子，我觉得可以都。但是他有子弹吗？我在想，他子弹是无限的吗？这个其实有点，得试试，我觉得得试试。我操！他妈他能拿枪啊？那你早说呀！要是假如村民能用枪的话，那可太惊喜了，避难所的安全程度直接更上一层楼。不过咱们现在手上也没有多余的资源造枪，所以还是先以提升自己的装备为主。第33天夜里，我发现有2位村民居然跑到4楼了，索性直接打通2层。村民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，还能找铁哥帮忙。第34天，我简单的收集硬币。今天下雨，我就不出门了。还记得之前我没有挖掉的刷怪龙吗？我解除了火把的封印，正好用它们来试验一下村民守卫的能力。好吧，其实也就那样，不过总之比没有强。35天了，哇！我的 fuck！ 我操，僵尸确实是变多了，兄弟们！今天大晴天，正好，我没想到我在僵尸游戏里边居然会他妈钓鱼，我的天哪！但是你说现在很闲吗？确实很闲啊，因为咱们物资现在都已经差不多了，已经我觉得真的可以度过这100天了，已经稳了，基本上我觉得。掉了个木杆根上来，我操！哎呀，你他妈啊！哦，有一拳打死了给他。那边还有只猫，算了，咱们有狗就行了，好吧？这个猫就算了吧。就一拳啊，我他妈没用劲儿啊，不是，我游戏里边用鸡巴劲儿。而且就在刚才，我发现武器商已经可以交换出亡灵杀手5了，也就是说咱们现在村民们都在往大师级别发展，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。我他妈 RPG 火箭，这大哥有点狠了吧？我觉得。随着时间推移，村民们现在直接提供7.62子弹，不需要咱们自己合成了，而且量大管饱，所以很轻松啊！我就直接攒了2000发子弹，算是彻底解决弹药问题了。我敢说，我现在已经基本上是等同一个怎么说呢？一个基本上无敌了，你知道吧？38天了。来回咱们的旧基地的看一眼，已经人去楼空了，我只能说。对，哎，这还有这种铁盔甲可以给咱们的士兵穿用上。我操！他妈的老虎在家猴子称霸王是吧？呀，还真有点
王的感觉啊，往那一站。今天是第39天了，明天就可以去开下一个箱子了。我觉得今天就不开白箱子了，开红的吧，来吧，红箱子启动。他妈的，赢印第安战俘也行吧，威廉的墓碑。OK， 这哥们儿太喜欢在自己加戏了，他给了我个银斧。哎，哦，这斧子好没，这有啥用啊？等于是8个子弹是吧？赶紧回去吧。我有预感，今天晚上可能当时会变异，你知道吗？我有预感啊。但是我已经有了这个格鲁克了，那这把格鲁克就可以给村民了。我觉得，说实话。OK， 子弹拉满了，给。这么想那啥的话，那你就用格洛克吧。感觉有点可笑啊！村民拿手枪。哦，这么快 ？OK， 看来第40天的丧尸会获得药效果，可能是力量，可能是隐身。总之，他们又一次变强了。虽然我话这么说，但是咱们这个碉堡啊，固若金汤，这种程度的进化也没什么用。矿工僵尸又在破土而出了。不过你看我这个枪法，上一集说我枪法马的人可以说话了。但是他们始终是搭不了方块的，看到没有？这么多都涌出来了，现在可是白天啊！咱们现在还不用太担心他们能有什么大动作，他们基本上现在掀不起什么风浪的，我觉得。我发现大楼的第1层由于有遮挡，白天也会有一群丧尸待着那里，算是一个隐患。我的解决方案很简单，还记得之前我挖的地狱岩吗？用它来填满第1层，然后点火，这样的话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。我操！下界合金镐。不过可以确认的是，僵尸的装备是越来越离谱了。他妈下界合金镐，我也是真是服了，说实话。现在是第50天，之前的那几天呢，肯定就是稳步发育了。在丧尸变强之前，我得积攒硬币，只有变得更强，才能应对最后的日子。无名小卒还是名扬天下，生死成败在此一举。丧尸们即将在第60天变异，也就是说，距离下次尸潮还有10天。经历了这么多，我现在认可一个真理：丧尸呢是会变得越来越强，所以只有提升自己才能活下去。也就是说，不战斗就无法生存。我现在急需一把狙击枪 ，SKS 看上去不错，这把枪也使用7.62子弹，而且伤害不会随着距离大幅缩减。造这把枪呢，需要铁、青金石还有原木，这些材料都比较容易获得。先不急造枪，我们还是得珍惜弹药，优先使用弓弩。所以我造了箭袋，有了它，我就可以一次性携带更多弓箭了。我还给村民准备了一小块耕地，尽管避难所里寸土寸金，但是村民有了食物的话，就会自己繁殖，还是很有必要的，知道吗？现在我集齐了材料，是时候造出那把 SKS 了。你们还记得我最一开始造的那个4倍镜吗？当时因为装 AK 上面太丑了，所以我就暂时放在旧避难所里了。现在是时候让它重新发光发热了，甚至还有惊喜！箱子里有当时因为型号问题不能安装的垂直握把，以及被我替换下来的旧库龙弹夹，现在全部都派上用场了。不得不说，我还是觉得这个瞄准镜好丑啊！天要黑了，回到避难所，我打算先试试这把枪的威力。看见地上那些坑坑洼洼的洞了吗？就像打地鼠一样的。哦，对了，我还发现了一个很好玩的东西。我们有这个放大倍镜，按 C 能放大，也就是说，当我开镜的时候，我可以把头伸出去，直接把4倍镜干成8倍镜，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。说真的，这个发现也算很厉害了，是真的可以打到本来打不到的目标的。深夜了，我发现楼下的丧尸居然大部分都拿着附魔的远程武器，结合之前丧尸的枪法，
如果我住的稍微低一点的话，我估计我现在已经升天了。早上好，又是在末日海岛的日常。我先是到陷阱里收集丧尸掉落的硬币和腐肉，腐肉呢可以找牧师兑换硬币。现在基本上每天都可以稳定产出6到7枚银币，也就是说将近600多枚铜币。有钱之后，那当然是升级我的武器。我打算给我的手枪装上消音器。还行吧，感觉手感变好了。今天是第52天，也就是说是时候开下一个箱子了。OK， 今天是第50天的箱子，64个钻石。OK， 牛逼！面包，好吃的，好吃的，还有火药，这啥东西啊？这是铝匕首。一组的钻石，我得说，看上去好像挺超标的，但是其实你仔细想想，咱们现在靠着陷阱和村民啊，已经基本上是无限钻石了，所以说这其实没啥用。还有就是这个神人匕首，只有打背身的时候才有双倍伤害，告诉我我该怎么打僵尸的背身，所以这次的箱子基本上没啥用。保存给它放在这里吧，纪念一下。正好我的钻石甲没耐久了，这次一次性给它修好。因为咱们现在完全依靠陷阱来击杀丧尸，所以经验也差不多消耗干净了。不过这不是问题，牧师的话是可以交换出剑品的。今天僵尸明显的变得越来越厉害了，看见全是拿盾的，就找不到一个没有武器的，你知道吗？早上起来，我打算升级一下我的背包，这样的话就可以携带更多子弹和武器了。别忘了，现在光是热武器我就有3把，还有一大堆备用的近战武器。这背包真大把，行吧？为了准备迎接下一次的尸潮，我得准备一些方块，但是具体有什么用，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了。随着我的挖掘，有一面明显带有人工痕迹的墙出现了，我还是有点好奇，毕竟这几天都过得太安逸了。还好没有什么危险。原来是我挖到了地下隧道，这其实也解释了为什么丧尸会从地里冒出来。晚上了，这么长时间了，我一直在沉淀我自己，所以说我得给你们看看我的军火储备。我得说，现在我才是真正的大王。子弹怎么有这么多？6他妈还能不够用？太够用了，这样打几把试试。现在是第58天，丧尸越来越多了，而且从现在起，所有自然生成的丧尸都是带有智力的，要么他们装备好，要么他们能挖掘或者放置。我能感到有什么大事就要发生了。全是拿弓的。清理完丧尸，我来到地表，看着这些密密麻麻的坑洞，丧尸变多了吗？我不知道。我壮胆进入了这些传出丧尸低吼的坑洞里，不过我很快就清醒了，一边逃跑一边用泥土填补了这些伤口，虽然其实也没什么用。避难所的陷阱现在已经不能阻挡僵尸了，以丧尸现在的速度，可以直接跑过这个陷阱。我能感到避难所可能会有危险了。不是，那是什么东西？哦，那是弩，我还他妈以为拿了把枪呢。我的天哪，天也要亮了，感觉。来吧，我觉得可以开吃了。行了，僵尸都烧完了吧？应该没有了。他们是怎么穿过这些火焰挖进来的？我好奇怪啊！我今天才仔细看了一下1楼，火焰已经不能阻挡丧尸了。其实这也说得通，毕竟可能会有抗火药水的丧尸。第60天了，我又可以去开个新箱子了。不是兄弟，哼 ，OK，24个，哼，有点搞笑，说实话。今天有可可豆了，可可豆挺好。全都换去了。我操！哇！
咱把这可可豆再放桶里边，可可豆没法种啊，咱没有那个红林木啊，种不了可可豆。我现在种着田，吃着烤土豆，我总感觉现在其实也不错，生活好起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就挺幸福的。这个盾不是。假的，还有，到这儿了，我觉得手枪不行，要 SKS 了。哇！第60天黄昏，丧尸已经学会了搭建方块，不过我们有狙击枪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我操！第60天夜里，选择在避难所里过夜是个错误的决定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村民所在的楼层已经被丧尸攻破。之前我用来保护大楼的村民守卫，现在全都被感染了，把剑指向了自己曾经保护的人。我操！只是一个晚上，避难所就已经沦陷。你知道吗？如果现在我不吃金苹果，估计以后也没什么机会了。我的妈！我逃到了村里。由于我之前并没有提前建造出一个安全的避难所，所以在天亮之前，咱们得一直逃跑。咱们为啥没有往这边跑？我的天哪！我操！完了，知道是哪个前辈挖的陷阱。假如现在我不赶紧出去，那这就是我的棺材了。我的天哪！这怎么还不亮啊？我的天哪！天要亮了。你知道我看到那一缕阳光的时候有多激动吗？我像是在永夜中跋涉千年的游魂，突然接触到火种，每一寸肌肤都开始放松。是的，我们安全了，暂时。我操，这拿的是武士刀啊！这是咱们之前那个。武士刀没错，就是之前避难所里的村民守卫。尽管我已经给了他们我能给的最好的武器，可惜依旧还是没能抵挡丧尸的进攻。你知道吗？全是我的错，我就不应该在第60天的时候还待在避难所里，明知道丧尸就要变异。回到避难所里，我打算收拾一下行李，带上我还没来得及带走的物资，着手建设新的避难所。这次应该就只有我自己一个人了。村子里已经是千疮百孔了，不过我们的目的地不是这里。还记得我在第20天的时候曾经去过的那个临时避难所吗？那附近有一块空地，我打算就在那里建设我的新的避难所。我搭建了比之前还要高的平台，并且倒上了岩浆。但是其实我自己也知道，就算这样，我也不一定能活过今晚。我放置了之前旧避难所里的家具，而且今天晚上还下雨了。不过貌似丧尸的攻势变弱了，
可能是因为我现在的避难所距离地面有100多米。天亮了，活着的感觉真好。第二天，我用地语言把避难所建造的更大了。还记得这里有片森林吗？是的，就像我之前说的一样，这里其实不是最好的避难所建造地，因为森林是丧尸天然的保护墙。操，那房子都破了。还记得最一开始我收集的沙子吗？我用它和火药制作了 TNT。丧尸如果敢在我脚下搭建方块，这算是让他们冷静的方法。第70天，我在物资箱里得到了一把喷子，它可以在近距离上对丧尸进行群攻，而且伤害不低，只是子弹很少，只有之前补给箱里的那一点儿。这把喷子的威力很大，但是毕竟没有多少子弹，而且没有村民，我也没办法制造子弹，所以咱们得节省弹药了。天亮了。今天是第80天，没错，咱们得去开箱子了。虽然我其实不抱什么希望了，但是总还是得去看看。OK， 威廉很喜欢法国。箱子里的东西其实还不错，有一些枪械的配件，我给我的 AK 和 SKS 都做了一些升级，尤其是 SKS， 它现在变得扣作力更低了。这里的箱子咱们都已经开完了。哦，这边有个存钱罐。哎，我靠，这里边还有5个金币呢，拿走了。好东西，可能你早就发现了，一共有10个箱子，但是物资岛上明明只有9个。别急，等一下你就知道了。第80天晚上，果然丧尸再一次进化了。这次出现了一种会缩大的小僵尸，他们搭方块的速度比普通丧尸要快得多，不过再快也快不过我的子弹。现在的问题是，丧尸是会一直搭建方块的，而我的 TNT 是有限的，所以不出计料的话，随着时间，我的避难所又一次坚持不住了。不过你知道吗？这次我吸取了教训，没有久留，火速搭建了一个更高的平台。他们都已经过来了。哎呦，这个基地又失守了，不过问题不大。我操，还有他妈隐形的这种，我操！天亮了。第99天早上。计划是这样的，这最后一个箱子是在岛外的一个废弃钻井平台上，那里不仅存放着第10个物资箱，同时这里也是咱们住过第100天的地方。该溜了，那个岛在这个方向，咱们要去，咱们要往那边走。走，再见。马上就要离开这座岛了。说真的，路过这2个旧避难所，虽然他们已经千疮百孔，但是这是我曾经活过的证据。我甚至发现，居然还有个村民守卫活下来了。这看来貌似还是安全的。OK， 就是那儿。我能成功活过这第100天吗？最后的物资会是什么？为什么要到钻井平台上度过这最后一天？焦虑和疑问简直就是我人生的伴奏。不过换句话说，不管结局是好是坏，它总会来的。其实如果我真的倒在丧尸的进攻中，我也不后悔我现在所做的所有事情。我来过，我抗争过，那就够了。我看这里有什么东西没有？什么都没有。有皮革。我操，什么都没有。哎，啥都没有啊。
哦，这里好像有东西。哎，这应该就是最后一个箱子吧？这是最后一个箱子。哎，不对，这个黑曜石也是好东西，给它挖一下。来到钻井平台上，奇怪的是这里什么都没有，而那所谓的最后一个物资箱里居然只有一个恶作剧。我搞不懂为什么在末日里居然会有人开这种玩笑。不过如果我死在今天晚上，那我永远都不会知道为什么了。好吧，看来咱们得靠自己活下去了。我发现平台上有一个信号塔，这里算是最高的地方了，所以今晚就在这里度过吧。我依旧按照老办法放岩浆，还用之前不舍得用的黑曜石加强了这个避难所，拿出我所有武器，现在可以说我已经武装到牙齿了。还有这把大宝剑，药水拿上，来吧，我准备好了。奇怪的是，哪怕到了凌晨，我也没见到一只僵尸，我觉得这很反常，决定出去看看。可是太阳都要出来了，我也没遇到一只丧尸，难道我成功了？但是为什么呀？直到早上，这时我才明白，原来这最后一个物资是这个钻井平台本身，所以也可以这么说，我成功活下来了。如果你喜欢我这个视频的话，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以后还会更新出更好的视频的。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个结局？哦，对了，如果你对我有什么建议的话，也欢迎你到评论区里边提出，谢谢你们，咱们下个白日生存再见。我常常想，如果你还活着的话，什么样的结局才配得上我们这一路的颠沛流离？虽然我没有常常说起你，但是我真的很想念你。